今天我们来盘点3个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直接上手的项目。第一个，我们要用谷歌的 AI 开发平台，一行代码都不用写光靠用嘴巴指挥就能够生出一个在手机和电脑上面运行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它发布到全球公网上面不需要你花1分钱，任何人只要点开你给的链接就能够用你的网页。第二个是视频生成器，用的视频模型呢是 One 2.2在这个浏览器里面免费上传照片，30秒就可以让照片里的人眨眼微笑动起来。效果非常的 OK。第3个是一个叫维度 S1 的交互视频模型简单来说，你不是在看视频，而是可以跟视频里的虚拟角色直接连麦聊天。你跟他说话，他会一边回答你，一边在屏幕里面做出相应的肢体动作比如给你比心，甚至戴上墨镜，你还可以录一段和他聊天的视频发到社交平台，绝对是可以装一波的我们先看第一个，打开你的浏览器，搜索并且登录到谷歌 AI Studio 这个里面来进到这个界面之后，我们要用的是它非常好用的一个视觉构建功能。看到左边导航栏没有？这里有一个写着新建应用的按钮我们毫不犹豫直接一巴掌给它点进去。进来之后你就进入到了它的构建模式，这是一个专门用来生成应用的可视化环境在这里你不需要懂什么 HTML、CSS， 也不需要知道怎么写复杂的逻辑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输入框里面打字，你用中文来命令它，它完全听得懂。比如今天就让它帮我们建一个翻译器应用，为了让它做出来的东西更符合我的实际需求呢，我提前准备了6条非常具体的要点我直接一口气复制进去扔给它。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文本框，左边用来输入原语言右边用来显示结果，中间要放一个显眼的翻译按钮，点一下就可以触发。我把这6条要点给它交代的清清楚楚。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你完全不需要像我写的那么专业直接用最粗暴的大白话给它提要求。比如直接跟他说我想写一个算命的小游戏，画面要粉红色的点一下就可以随机吐出今日运势，或者说帮我做一个倒计时的工具要极简黑白的那种，它构建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你只管说出你想要什么功能，想要什么颜色，剩下的全部交给他就可以了。好，看屏幕就在我跟你扯淡的这10几秒钟，他已经在右边疯狂的吐方案了。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不会只给你一个干巴巴的排版。你看这里他一下子给出了好多种不同的方案，有不同的这个界面组件排版，还有配色方案都不一样有科技感的偏暗的还有现代商务白色的，你看哪个顺眼就选择哪一个如果你觉得它生成的这几款你都看不上的话，觉得太别扭了太丑了，也没有关系，直接点击跳过，让它重新给你生成一套，直到你满意为止。好，我就随便选一套科技感的可以看到这个完全是按照我的要求来设计的。左右2个大文字框，底部躺着3个预设的模板按钮中间一个翻译的按钮。我们来测试一下，翻译的还是非常的成功，速度也很快但是这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左右排版它有点别扭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看网页，左右排版这个手机窄屏幕上面它显示肯定会挤成一团。如果能够改成上下排列，那么就在上面输入，下面输出那就要好看多了。如果你自己去改代码的话，你要去翻那些布局嵌套脑壳都大了。但是在这里根本就不需要，直接就在左侧的输入框里面打字，告诉他把左右2个输入框改成上下排列的方式，看起来比较大方一点直接发给他，他立刻心领神会开始改了。代码在后台就开始刷刷的变，很快左右两边的框一下就变成了上下2个框。这就是无代码开发的魅力你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需求，任何细节上的不满意不用去代码里面找对应的函数，直接跟他说话，他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脾气非常好，而且不要攻这个程序员你让他改哪里他就改哪里，绝对不会对你翻白眼。好，现在这个翻译器应用我已经写好了在本地测试也觉得挺顺眼的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东西现在它只活在我的谷歌浏览器里面别人想用根本打不开我们要怎么把它发布出去呢？让全世界的人，不管是你的大姨妈、你的同事还是大洋彼岸的陌生人只要输入网址就可以用呢？这里有2种发布方法第一种方法，谷歌免费云托管，最直接就是用谷歌官方这个平台提供的免费云托管服务，你只需要在这个上面点击发布它就直接在谷歌的服务器上面给你部署，然后给你生成一个可以自定义的2级域名，而且完全是免费的上线也就几秒钟的事情听起来非常的爽。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你必须设置账单，也就是必须绑定你的信用卡或者支付方式虽然谷歌它承诺在免费额度里面绝对不扣你1分钱但是对我们很多没有双倍信用卡或者单纯不想把个人敏感支付信息绑在上面的朋友来说这一步直接就把路给堵死了。
所以这一种方法哈，我们今天不推荐，我们要走第一条更安全、不绑定任何敏感卡片的白嫖之路哈，使用这个 Visio 啊平台来部署。用 Visio 来部署呢，这个步骤会比官方稍微多那么2-3步哈，但是相信我，磨刀不误砍柴工了，这一套路子学会了哈，以后你做任何网页、任何小应用都可以用这一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零成本上线。要在 Visio 上面顺利部署，我们要先做过准备工作哈。每个托管平台它的运行环境、服务器配置、支持的节点版本都是不一样的哈。如果你不声不响，直接把谷歌生成的这堆代码给它放上去，这个 Visio 啊，它的服务器大概率会一脸懵逼哈，最后给你弹出一大堆红色的构建失败的错误啊。所以我们要在发布前让 AI 帮我们把代码做一次优化哈，在输入框里面直接告诉 AI， 我想把那个项目部署到 Visio 平台上面哈，让它帮我把这个项目文件和配置进行调整一下哈，优化到能够适配 Visio 的部署环境。很快哈 ，AI 就对项目的代码、配置文件进行了自动调整。现在这个代码已经做好了去 Visio 安家的准备了。接下来点击右上角的发布按钮哈，然后选择最后一个 GitHub， 这个时候会弹出一个授权页面，需要连接到你的 GitHub 账号。如果你没有的话，花个2分钟去注册一个哈，连上之后，给你的这个项目起一个英文名字哈，里面它有一个关键细节，一定要选择私有仓库，千万不要选公开，因为我们的应用等一下要用到你个人的 API 密钥哈。如果你的仓库是公开的，别人就能一眼看到你的那个代码细节了哈。万一你不小心泄露了什么东西，容易惹来麻烦哈。选择私有，只有你自己能够看到，是最安全的。选好之后，点击最下面的创建，然后点击这个提交哈。等系统它转圈提示成功，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你的 GitHub 账号看一眼，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刚刚创建成功的私有项目，已经稳稳的躺在你的仓库里面了哈。仓库有了，接下来我们要登录到 Visio， 进到官网哈，同样的选择 GitHub 账号一键登录，这样2个平台之间就通了哈，非常的省事。好，进到这个控制台之后，点击导入项目，这个时候 Visio 它会读取你的仓库列表哈，选择权限，找到刚才那个仓库，点击它旁边的导入哈。因为我们的翻译器底层核心的能力是调用的谷歌的 Gemini 大模型啊，所以我们需要给它部署前呢，需要添加一个环境变量。这个名称在输入框里面你就填这个 Gemini API Key 哈，全部大写字母。那么值呢，填什么呢？我们需要回一趟家哈，回到谷歌 AS Studio， 点击左上角的返回管理页面哈，在这里你会看到之前生成的 API 密钥，点击它旁边的复制按钮，把它完整的复制出来，切回到 Visio 页面，把密钥粘贴到这个值的输入框里面。好，大功告成，我们点击最下面的部署，接下来 Visio 的后台开始跑日志了哈，它在帮我们自动的下载依赖打包项目部署到服务器，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半分钟到1分钟的时间哈。部署完成了，回到控制台，它会给你一个自动分配的2级域名，这个2级域名呢，点开它，看到没有？我们刚才在谷歌 AS Studio 里面制造的那个上下排列的翻译器网页，完完整整的漂漂亮亮，已经在这个独立的网址里面了哈。测试一下，点击翻译，流畅，运行稳定，这就表示我们的应用哈已经成功的在全球上线了。现在哪怕你把这个网址发给远在非洲的朋友哈，只要他有网络，点开就能用你的翻译器，你不需要买服务器，不需要租宽带，全部成本为0。当然，这个翻译器只是我随手拿来举的一个例子，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哈，你可以让它帮你构建任何你想要的应用，算命的小游戏、个人简历展示页，甚至是备忘录哈、歌词生成器，随便你。即便你跟我一样哈，一行完整的代码都不会写，也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实现开发和部署的闭环。在你们自己开始动手之前哈，我要跟你们说清楚，如果是做这种单页的简单的 API 调用工具，它非常的好用。但是如果你想做复杂的哈，比如需要多用户注册登录，需要跟大型数据库进行高频读写，或者有极其复杂的后端权限效应的应用哈，这种无代码可视化构建它多半会崩盘。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是直接在前端去调用你的界面 API， 如果代码写的不够规范哈，有可能会把你的 API key 给暴露出去。有种技术的人他故意去抓你的包哈，可能就会把你的 key 给偷偷拿出倒卖，或者疯狂的刷额度哈，导致你的谷歌账号被封。最后就是因为这个 Visio 它提供的默认2级域名哈，在某些网络环境下面可能会无法访问哈。这个东西呢，它比较适合用来快速的验证想法，比如你有一个很棒的工具创意哈，想花10分钟用这一套流程做一个 demo 哈，扔到用户群看反馈，再决定要不要花大价钱去写个商业版哈，还适合用来写个人提高效率的那种小工具哈，比如给自己定制一个特定格式的格式化工具啊，特定语境的 AI 润色助手这些东西哈。好，聊完了应用构建哈，我们来放松一下，玩个视觉效果工具哈，不需要在本地配置显卡跑，那个东西呢，它没有4090根本跑不动哈。我们直接到 Hugging Face 的公开空间，这个地方它是完全免费开放给大家测试的。
啊，你进来之后用你的豪跟 Face 账号登录一下哈，没有账号的可以用邮箱1秒注册，完全免费。进到这个One 2.2图像生成视频界面哈，看到这个上传照片框了没有？我们把准备好的照片给它拖进去，在下面它有一个输入提示词的文本框哈，如果你精通英文，可以写一些高级的动作描述，当然中文也是可以的哈。我就直接用它默认自带的英文提示词，然后点一下下面的生成按钮，大家注意看。它默认的推理步数是4步哈，这个步数其实就是代表 AI 渲染画面的精细程度。这个步数越低呢，速度越快，但是画质它会粗糙一点。果然，由于步数低哈，它跑得飞快，不到30秒的时间，这个视频就生成出来了。点一下播放，看一下效果。这个动作其实还是可以哈，人脸没有崩，眼睛的神态还有嘴角上扬的幅度哈，都表现得很自然，没有那种渐变感。我们再来探索一下它的高级功能。在这里，你可以设置负面提示词，也就是告诉 AI 哪些东西不是你绝对不想在视频里面看到的哈，比如畸形的手、奇怪的光线，可以用来提高视频的下限哈。最重要的是，这个步数把它往右面拉到8步，给它步数翻倍，意味着 AI 会花双倍的脑力哈去打磨这个画面的每一个像素，质量肯定会高很多。但这个时候呀，我也必须指出它的这个免费体验版这里巨大的败笔哈，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让人抓狂的地方。它的这个视频生成长度啊，最大只能设置到3秒钟哈。说实话，这3秒钟真的是短的让人感觉像是刚要开始就结束了哈。3秒钟人不眨个眼转个头，视频就放完了。而且免费版它生成的视频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干巴巴的。不过谁让它免费呢？白嫖就要多一点宽容哈。这一次预计时间显示是需要30多秒，因为步数变多了，实际上等了差不多40秒哈。好，视频出来了，我们对比一下刚才4步的效果。果然，这次人脸的细节、衣服的布料纹理哈，甚至是背景里那点模糊的光斑，这个清晰度啊都明显上了一个台阶。看来调高了推理步数，它确实是有实打实的效果哈，人物的动作更加的顺滑，这个塑料感呢也少了很多。这个东西它的优点就是速度快呀，30秒出效果，能够非常精准的抓住人物原有的面部特征啊，动起来之后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整了容啊。缺点呢也很明显，时间太短，3秒的限制让它很难直接拿来当成一个完整的成品视频使用哈，只能用来做素材，没有声音，反正我是没有听到哈。干巴巴的画面需要你自己后期去剪辑软件里面配音效或者背景音乐哈，只适合用来做测试提示词。因为生成长视频很贵呀，很慢呐，你可以先在这个免费快速的环境里面哈，用同一张图反复测试不同的动作提示词哈。等你看到了最完美的动作效果，找到了最听话的提示词，你再把这套提示词拿到本地或者商业级的 API 里面去哈，去生成10秒、20秒的高画质成品哈。所以这个工具它重在测试，不再出成品。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好玩的技术哈，交付式流式视频模型微度 S1。很多人可能对 AI 视频的印象还停留在我输入一段话，等个1分钟，它吐出来一段不能修改的视频哈。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微度 S1 它打破了这种单向的玩法哈，简单来说，它就是把视频生成和实时聊天结合在了一起。你不仅是在跟一个虚拟角色对话哈，而且这个角色呢，它根据你的声音和指令，一边跟你聊天，一边可以做出相应的神态还有动作哈。进到它的官方体验页面哈，你看到这里它有一大排已经预设好了的虚拟角色，每个角色它都有自己的性格设定哈，可以在聊天的时候直接向它下达动作指令哈，比如比个心或者眨个眼睛看看哈。你可以用屏幕录制软件把这一段你和虚拟角色的实时对话给它录下来哈，稍微剪辑一下发到朋友圈，绝对是能够收获一大堆点赞还有好奇的评论哈。这个东西它的优点就是你一说话它就立刻跟着生成，几乎感觉不到延迟哈。对硬件的要求比较低，普通消费级显卡就可以跑。缺点呢也比较明显，就是这个画面的分辨率啊低，大动作可能会飘。如果你的网速不稳定哈，流式输出啊那个传输啊就会降频，画面看起来就会卡顿哈，比较适合自媒体创作者录制那种新奇的互动短视频哈，用来吸粉，还可以用来做外语口语的练习啊。比如里面的英文老师哈，你可以用英语给他有一句没一句的乱聊哈，没有任何面对真人的那种社交压力哈，比较适合社恐的练习口语。好了，不知不觉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哈。记得在视频底下给点个赞，留个言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